这酷似烟花的图案并非节日的庆祝，而是上世纪70年代人类向外星文明发送的地球坐标。它如同一颗明亮的信号弹，在黑暗的宇宙森林中闪烁，试图向未知的地外智慧生命宣告我们在这里。想象一下，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如果需要你设计一张地图，告诉一群外星人我们在哪里，该如何描述？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而是先驱者和旅行者探测器真实面临的挑战。当时，拉萨的科学家分别将刻有该地图的镀金铝板和金唱片送往了太空。它们不仅承载着地球人样貌、地球上的声音、音乐和图像，还包含了一张极其重要的地图——脉冲星地图。这张地图向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体展示了我们的地球坐标。但如果他们拿到了这张地图，该如何凭借它找到我们？如果你是聪明的外星人，真的可以凭借其找到人类的地球家园吗？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张地图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这张地图是由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主导设计的，与另一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以及艺术家兼作家琳达·萨尔兹曼·萨根合作完成。脉冲星是垂死恒星快速旋转的遗骸，超新星爆炸后剩下的核心。它们的直径通常只有19到24公里，约12到15英里，但质量通常是太阳的2倍以上。脉冲星会以2个狭窄的光束发出强烈的辐射，随着其旋转，这些光束看起来像黑暗中闪烁的脉冲灯。而且，每颗脉冲星都有自己独特的脉冲频率，使其易于辨认。它们就像宇宙中的指纹，独一无二。因此，这些脉冲星成为了德雷克绘制地图的关键参考点。德雷克利用这些脉冲星设计了一张2维平面上的3维地图。以太阳为中心，脉冲星通过实线与太阳相连，每条线的长度代表该脉冲星与太阳的大致相对距离。每条脉冲星线条上刻有纵向和横向的短画线，表示二进制数字，其由0和1组成的序列，与计算机使用的编码方式类似。这些数字提供了解锁每颗脉冲星脉冲频率的关键信息，及每个脉冲星的特殊指纹。但要解读这些频率，需要将数字乘以已知的时间单位。德雷克认为，地球上的时间单位，例如秒、分钟和小时，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计算是基于氢原子的超精细跃迁周期，也就是氢原子中一个电子的自旋方向相对于一个质子的自旋方向发生变化所需的时间。根据地球人的计量，约为0.7纳秒。为什么选用氢？因为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德雷克认为，其他智慧生命很大概率能够识别它，并了解其跃迁周期的长度。为了帮助理解，他在唱片的封面上加入了这个氢原子2种状态的示意图，以表明跃迁时间被用作基本计算单位。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弄清这些脉冲星在3维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地图上有一条特别的、没有虚线的第15条线，它不仅指示了太阳系与银河系中心的距离，它同时定义了2维的银河系平面及银河系爬状结构中质量大部分所在的平面，并以此作为参照面。同时，在每条脉冲星连线的末端标记了一个刻度，这个刻度提供了脉冲星相对于银河系平面的垂直距离。刻度距离线末端越远，表示该脉冲星越远离银河中心所在平面，让外星文明获得了一幅3维空间的脉冲星全景图，进而能够精确地判断太阳系相对于银河系的空间坐标。理论上，有了这张图，外星文明应该能够根据3颗脉冲星的定位，通过三角测量法准确地找到我们的太阳系。虽然这些脉冲星的脉冲频率和位置不是永恒不变的，但当时的科学家研究发现，脉冲星的脉冲变化随时间的推移是呈现出规律性的。当时的设计之所以选择14颗脉冲星，是为了提供多方向的空间定位，在初始设计中进行了冗余。即使有些脉冲星信号发生衰减或存在误差，仍然能通过其他脉冲星修正，大大提升了地图的容错率。并且黄金唱片在设计起初，唱片外面电镀了高纯度 U238， 其半衰期为 44.68 亿年。外星文明可以通过其衰变情况推算出旅行者号离开地球的时间，从而得知当时的情况。这就是脉冲星地图，它超越了时间、空间和物理的极限，成为人类文明与宇宙其他文明间的一座桥梁。然而，回望这张精妙的星际地图，真的能指引外星人找到我们吗？250亿公里是目前旅行者1号飞离地球的最远距离，
这相当于167个天文单位。作为目前飞离太阳系最快的人造物体，正以每秒约17公里的速度飞向太阳系外侧。这貌似很遥远的距离，且不说宇宙或是银河系尺度下是多么微不足道，即便是太阳系，也未触及其真正的边缘。旅行者1号自1977年9月5日发射升空，历经47年，以人类文明的极限速度，才仅只是飞出了太阳风层，进入日鞘。预计将在大约300年内抵达理论中太阳系结构上的边缘奥尔特云，并得花上3万年才能完全通过。然而，这个携带地球银河系坐标以及大量地球文明信息的星际漂流瓶，在4万年内却不会走向任何一颗特定的恒星系统，更不要说在此期间其被外星文明捕获的可能。且由于其使用的不燃料源的放射性衰变，其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提供的电功率会持续的下降。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无法收到旅行者1号传回的任何信息。在未抵达奥尔特云之前，就已消失于茫茫星辰大海。如今，我们穿越半个世纪的光阴，回望脉冲星地图的设计，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对于与星际文明建立你来我往的联系，已经可以说是毫无用处。为何如此精妙的设计已然失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存在的几个致命问题。我们银河系中的脉冲星数量远超预期。当先驱者号携带这张星图启程时，虽然距首颗被发现的脉冲星已过去50年，但人类尚不知晓，银河系中其实蛰伏着10亿座相似的灯塔。最近的研究表明，银河系中大约有1亿颗黑洞和10亿颗中子星。几乎所有中子星都具备脉冲星的特性，只需要它们的旋转轴和磁轴未完全对齐即可。要在跨越千万光年的星际档案馆里检索出这特定的14组信号，如同在撒哈拉沙漠寻找14粒特定形状的沙子。而且观测中不可避免的误差将导致我们所视的脉冲星并非独一无二。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时空本身。这些每秒自转数百次的宇宙钟摆，并非在空间中静止不动，它们在银河系中以几十到几百千米每秒的速度运动，在银河悬臂中漂移方位，改变着太阳系的相对位置。由于多普勒效应，如果某颗脉冲星正远离观察者，其观测频率会因红移而降低；反之，如果它靠近观察者，则会因蓝移而提高频率，又像站台不同地方的旅客听到不同音调的火车鸣笛声一样。并且它们会因不可预测的星震、脉冲星跃变事件而改变心跳频率，或因衰老变得无法被观测，使得外星文明捕获这张星图也很难找到地图所示的脉冲星灯塔。脉冲星从地球看到的样子，可能与从银河系其他地方看到的样子完全不同。因为地球和脉冲星之间的空间可能会存在某种时空弯曲，因而扭曲观测信号，导致从不同位置看到的脉冲星位置并不准确。这可能是受到一个类似于大质量天体，如黑洞的引力透镜效应影响，或者是空间中的其他物理现象的影响，改变了脉冲信号的传播方向。另外，当脉冲星的无线电信号在传播过程中经过星际介质，如等离子体、尘埃和磁场，脉冲信号会受到色散效应的影响，其中的低频信号会受到更强的折射和延迟，而高频信号则影响较小。这类似于阳光穿过三棱镜形成的色散，但效果相反。脉冲星观测中不可避免的色散效应，导致了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传播速度不同，使得信号在接收端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迟，而这种结果可能会造成短期内观察结果的不准确。这类似于透过湍流大气观察远方的景物时，它们可能会轻微晃动或变形，造成星际闪烁。尽管脉冲星自身的脉冲非常精确，但它们的脉冲可能会受到相对论效应的影响，特别是从遥远的地方观察时，如果外星文明从银河系的其他地方观察，脉冲星脉冲的时间和频率可能会因为地球与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和速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外星文明处于强引力场附近，比如在银河系中心附近，因为银河中心一个超级黑洞，它们的时间相对我们来说就会流逝得更慢。如果他们看向脉冲星，他们会觉得脉冲星脉动的比我们看到的更慢。这种时间膨胀效应使得解读地图上的信息也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处在该引力场的智慧生物必须同样以该引力场下氢原子的超精细跃迁周期或为时间基本单位，才可以获得理想数据。但要知道的是，氢原子所处的环境，尤其是磁场环境的不同，其超精细跃迁周期也会不同。另外，若是脉冲星进入了强引力场中，如双星系统，其脉冲信号也会因引力红移效应而产生频率偏移，使得观测数据并不准确。这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让远在天边的观测者捕获的脉冲星信息成为了扭曲的镜像，使得原始信号被层层加密。不确定因素如同蝴蝶效应一般，使用唱片封面1238的衰变进行时间推算的意义也变得有限。此外，加上我们无法在动态和充满未知的宇宙中找到统一的时间尺度和测量标准，这如同一道道提前设定好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脚步禁锢于咫尺之间。难道我们注定与孤独共生一世？从出题人世的第一缕恐惧到弥留之际最后一声叹息，或许正是这贯穿生命的战力，让人类在仰望星空时渴望找到生命共鸣。当第一缕脉冲星信号被误认为外星文明小绿人的问候，人类便开启了一场注定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豪赌。在先驱者和旅行者任务发射时，脉冲星仍然是非常新颖的现象，但不到半个世纪，用脉冲星作为定位已经过时。或许定位我们的位置更好的做法仍然是记录太阳的天文属性，以及行星的质量、半径、大气成分和轨道参数这些平凡的宇宙身份。这或许比精心设计的脉冲星密码更经得起时空考验。正如我们试图通过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盘古大陆来识别地球上某颗沙粒曾经待过的位置，结果这会让人失望。但正是这份带着认知局限的勇气，让人类在宇宙尺度上刻下了存在的印记。当某个高等文明试图破译出这张布满误差的星图，他们或许会惊叹于这个物种在技术蒙昧期展现的想象力，就像我们解读远古星图时触摸到先民对苍穹的敬畏与向往。保持这份勇气，或许比地图本身更有意义。最后，你可能会说，或许存在某个足够先进的高等文明，他们可能通过这些变化反向推导出脉冲星的身份和位置，并有能力校正地图。那聪明的你认为这个可以破解星图密码的文明会如何对待这个用不完美方式叩响宇宙大门的物种？旅行者1号1977年发射，经过了36年，终于踏进了外太空的星际空间。它将在太空孤独的漂流，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眼。有些人一辈子只圈在一个角落里，连窗户都懒得看，更别说踏出门。你们的偶像都是明星，而我的偶像是一颗卫星。